有通灵者指明方丽吃了于梦龙的肾，并且还指出陈都灵在启浩艺术馆被强行灌药，将要被献祭。而香港70年来最惨烈的大埔5级大火烧出了惊人的黑幕。有来自现场消防员的消息，2天前搬出的尸体就已经超过了200具。更有人根据诡异的现象指出，这场大火疑似是人为纵火献祭。请大家订阅一下新闻看点。这个频道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关注中国的时政民生，为百姓发声。8年多从来都没变过。大家不能说不敢说的话，可以发到我的爆料邮箱 xwkd2017@gmail.com， 我来替大家说。我的副频道牧羊看点每天更新2-3档节目，也请大家关注一下，点赞、订阅、转发都是有力量的。看点挖真相，牧羊讲实情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，我是李牧阳。今天是美东时间12月1号星期一，亚太时间是12月2号星期二。看到一位朋友发帖表示 Candice Star 在通灵中说 Jeffrey 是把于梦龙的肾脏拿出来煮着吃了。这位朋友询问杀手团里是否有个叫 Jeffrey 的人，有网友在下面跟帖回应指出，方丽的英文名叫 Jeffrey 方。之前曾有人爆料表示红毛程青松是吃了于梦龙的下体，现在又有通灵人士指方丽吃了于梦龙的肾脏。那这些消息现在既没有办法证实，也没有办法证伪，因为一切信息都被掩盖着。但是关注于梦龙事件的人都相信，恶人们的确非常邪恶。于梦龙被虐杀80多天了，真相依然看不见。那位霸气姐之后，网络上又出现2位善良的女士的电话录音，向北京当局讨要真相。她们虽然没有霸气姐那么语言犀利和霸气，但同样句句在理，令人敬佩。有网民晒出了林北川早前发的一个微博，真正致力于解决问题的人，目光永远锁定在事件本身的推进上，绝对不会将精力耗费在打假任何一个发声群体上。海外进行的不再朦胧全球联署也没有停歇，已经达到71万了。不过这个速度呢，稍稍慢了一些。有一位台湾朋友以小鱼路人粉的角色给我讲了一个故事，希望大家不要松劲。一天在校园操场跑步，遇到一个长相清秀、笑起来阳光温暖的男孩子，他自我介绍叫柠檬鱼。他出生在一个很美的地方，叫乌鲁木齐。小时候对音乐、乐器、阅读都很有兴趣，因为在单亲家庭长大，所以25岁就孤身去了繁华的城市发展，希望闯出一片天。可是他发现繁荣的背后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简单。柠檬鱼说自己的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，在起跑点时信心满满，也遇到了一些朋友，但他发现自己的跑道上有特别多的小石子儿，害他不停地被绊倒，并不断地受伤。那些朋友没有帮他，反而在嘲笑。柠檬鱼靠着自己的意志力，一次次爬起来，告诉自己要坚持跑完全程。但他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，想阻碍他跑的人，在沿路的补给站给食物下了不干净的东西，或者是把食物打翻，不让他补充体力。在12公里处，有人挖了一个洞，柠檬鱼倒下了，腿上流着血。他祈求一起跑步的朋友小范帮他，但小范只露出冷笑。朋友听着柠檬鱼的讲述，但声音是越来越小。柠檬鱼不见了，跑道上只留下一条毛巾，上面带有淡淡的血迹。朋友在邮件中表示，一个善良、正直、孝顺，只想站着把戏拍好的人，不应该有这样的结局。我们可以接受一个人的生老病死，但无法接受一个清白无辜的人被残忍的虐杀，失去生命只是为了满足红色权贵的欲望，甚至在好人死后，连他的名字和存在都要抹杀。只要有良知的人都无法接受。还有一位朋友写信让我再次推动一下全球100张最帅面孔的投票。
因为脆上提及这个投票的人不多，这也是让世界了解于朦胧真相的一个方式。我觉得大家确实应该做一做，给于朦胧投上一票。这位朋友呢提醒了3点：确认有蓝勾勾的才是官方网站，本月投票要有会员才行，会员可以取消，票可以投给同一个人。所以呢，有能力的朋友可以前往支持一下。另外也请大家抽时间关注一下陈都灵，因为灵媒 Candice Star 他表示陈都灵现在被关在启豪艺术馆，已经被强行灌了药物，目前是处于昏迷状态，将会在中共常委蔡奇的生日那一天12月5号被献祭。对于灵媒的消息呢，我这里只能跟大家算是一个提醒，因为没有办法确证。但是陈都灵的情况早前就有人提出了质疑，在1个月前的直播当中，很多灵粉就指出直播者与陈都灵的长相有明显落差，而且影片中有殴打和疑似陈都灵喊叫的声音。那么说到献祭，我们下面就来说香港大埔大火。这一场黑幕重重、人祸环环相扣的大火很诡异，最初的起火点不止一处，有人怀疑是相关方面故意的点燃，以达到想要的效果，真相非常惊人。这里我提醒大家，今天是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的黑五促销最后一天了，明天购买就没有赠品了，所以呢，想购买的朋友您还真得赶紧下单。美国地区单笔消费额如果达到450美元的话，会送给您这样的一小盒深黄酒蒸蜜参片。如果达到700美元，除了送给您这样的一小盒深黄酒蒸蜜参片之外，还会送给您这样的一整根深黄酒蒸蜜黑参。达到1000美元，会赠送2小盒深黄酒蒸蜜参片和一整根深黄酒蒸蜜黑参。另外呢，中国大陆是2盒起计4盒包邮，香港和台湾地区2盒起计不包邮。不管哪里的朋友购买的时候，您都别忘了使用我的专属优惠码 XWKD， 这样是可以享受85折优惠的。一位台湾朋友呢，用我的优惠码一次性就购买了24盒。为什么呀？这款产品确实对修复人体创伤有着明显效果。它使用的都是韩国济州岛纯野生的红海参，绝不是激素养殖的海参能比的。所以手术后的朋友，刚生产的女性朋友，不妨试试看。有一位观众的先生呢，曾经罹患肠癌，手术后要长期调养，他就一直购买阿拉斯加红海参给先生使用，效果当然也很好。但是处理新鲜海参很麻烦。他看到我推荐红海参修复饮之后，就立刻打电话下单了。他说我太清楚红海参的修复功效了，这次有现成的产品，根本不用犹豫，所以大家也别犹豫。我们接着来说香港的这场大火。香港警方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，截止到下午4点，大埔鸿福苑火灾的罹难人数已经上修为151，其中104人已经确认身份，另外仍有30位居民仍然失联。可是真实的罹难人数远远要超过官方通报的数字了。有一位香港朋友11月29号给我的邮件中表示，关于大埔5级大火，有些真相香港政府没有公开。这位朋友说，有些事实我不能在面书公开，也就是非死不可，在那上面不能公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会犯国安法，希望我在节目中说，为香港人发声。邮件中表示，朋友在前线封锁线做义工，这位义工朋友援引消防员的说法，搬出来的尸体至少超过200条人命，而有些因为大火烧的原因还未能辨别身份。大家注意，11月29号来自消防员的数字，搬出来的尸体已经至少是超过200具。而官方通报截止到当天下午3点的时候，说罹难人数是128人死亡，两者至少差了72人。2天过去了，官方现在上修罹难人数到151，可是仍比2天前消防员的数字少了50。
而这2天当中，真实的数字是否也有增长呢？我想是一定的，但已经被中共统治的香港当局大概率不会告诉外界这个真实情况。邮件中表示，香港政府害怕公布真实的死亡数字，会引来一场浩大的民愤，可能会爆发又一次时代革命，因此一直在隐瞒死亡数字。继联署发起人之一关敬峰 Miles 被拘捕之后，昨天港警又拘捕了2个人，一个是前屯门区民主派议员张锦雄。据称，张锦雄只是转载关敬峰被抓的新闻，而关敬峰只是呼吁妥善安置灾民，独立调查火灾原因，重审工程监管制度，问责相关官员，却被指控是涉嫌煽动以灾乱港。张锦雄曾经任屯门区议员，但是2021年的10月21号，他和多位民主派区议员被一同裁定宣誓无效，随即就丧失了议席。他是香港彩虹创办人和前社民联成员，也曾任支联会常委，因此可以看出张锦雄被抓的真实原因是当局的秋后算账。另一个被拘捕的是一位李姓女义工，据称她就是外界口中的阿成。火灾后，阿成一直在社区会堂外的物资站义务分发物资，曾在现场呼吁灾民不要胡乱将个人资料提供给不明人士。阿成的被抓大概是影响了当局的趁火打劫。有一位香港朋友邮件中告诉我，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鬼出没的情况。什么鬼出没的情况呢？有一些骗子鱼目混珠，假扮义工向灾民索取个人资料，当中包括银行账号和提款密码。这位朋友表示，香港发生70年来最大火灾后，各区的热心市民都不约而同地为灾民伸出援手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一时之间仿佛又回到了2019年反送中运动，又是11月，又是大埔，又是这群热爱香港的人。邮件表示，香港政府容不下这些热心，不久后便派出政府的关爱队到物资站和社区中心作秀，拍照打卡自己为灾民的付出。根据现场义工的叙述，甚至有关爱队的成员说要报警拘捕义工。也有来历不明的大妈偷走物资，他们不但对救援行动没有作为，甚至阻挠和威胁不眠不休的义工，弄得神憎鬼厌。偏偏政府就是养着这么一班戏子。说到这个关爱队，听起来有点像大陆的维稳人员。根据我对中共的了解，每当重大事故发生之后，当局都会安排一些人贴身的跟随着灾民或冤民，名义上是关心他们的生活，安抚他们的情绪，实际上是阻止他们跟媒体、律师等等进行接触，以最大限度消音，掩盖真相。这位在大埔读了5年大学的朋友继续表示，今年9月开始在大埔工作，大埔就像另一个家一样。灾难当天下午，坐在办公室里，透过窗户就可以看到火光红红的鸿福苑。邮件中写道，火舌蚕食着绿色的网布，烈火吞噬着高耸的大楼，祝融踏过的地方是死亡的漆黑，所谓的一线希望其实是自欺欺人。邮件中指出，一环扣一环的人祸导致不可逆转的灾难，工人抽烟，围网易燃，保利龙封窗，警钟被关，消防喉没水，一层一层的失误是一条一条捆绑着鸿福苑的锁链，困住了千千万万的居民，抹杀了他们求生的希望。这位朋友指出，鸿福苑大火的背后，官商勾结、贪污舞弊牵涉了太多人，这水有多深，恐怕现在我们所见只是冰山一角。最重点的是，这些事情仿佛公开的秘密，所以最要命的还是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政府，甚至是他们的上层中央。这位朋友提到环环相扣的人祸，工人抽烟、围网易燃和保利龙封窗，我在前面节目中都有提到。
也有幸运逃生的居民提到火警报警器没有报警，而这位朋友提到的则是警钟被关，令人怀疑可能不是设备本身的问题，而是有人关掉了报警器。有一段红间阁某个住户门外的监控视频显示，火灾当天11月26号下午3点23分55秒，有一名男子从楼梯间安全门进入走廊，之后一直向里面走去。3点24分5秒的时候，这名男子再次进入到监控画面，他用手先砸了一下火警报警器，显示报警器闪过一道白光，但是仍旧没有鸣笛报警。而根据香港媒体报道，火灾发生的时间是在当天下午的2点51分，也就是说，这名男子用手砸报警器的那个时间，火已经烧起来了。大家都知道，自动火警系统是直接连接到香港消防处通讯中心的。所谓的自动报警系统呢，就是一旦有火警发生，火警系统就会自动的启动，一方面提醒附近的人迅速撤离，同时也是向消防处报送警情。但是这个视频当中显示，火警报警系统是没有报警的。有大量资讯表明，大厦内的很多人是靠着新闻、电话或者是直接目击才得知发生的火警。至于消防喉没水的情况，有居民和现场的目击者都曾经指出，消防员在接灭火喉准备灭火的时候出现了没水或水压不足，导致灾民也无法有效自救。香港消防处也承认屋苑消防系统整体失效。事实表明，在大埔大火中暴露出了消防部门的多项失职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但更重大的责任还是在承建商和屋苑法团，这里有着更可怕的黑幕。一位香港朋友表示，以前曾跟父亲做工地，他的父亲是判头，所以知道一些内幕。判头这是香港人的一种说法，也就是大陆民众口中的那个包工头。这位朋友指出，大埔大火之后，其他几个大型维修的工程突然急于把所有棚网拆掉，工程是在进行中的。但这位朋友表示，暂时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家公司。是不是同一家公司先不说了，反正都是应该来自中国大陆的。他们拆掉施工中的那个棚网，也就表明那些大型的棚网都可能是不合格的。换句话说，施工承建方明知道棚网是不合格的，但依然在用。如果不是大埔大火这场人祸燃烧了起来，那些黑心的承建商还会一直沿用下去。还是说鸿福苑的这场大火，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证实，大楼外墙使用的防护网20个样本中有7处没有达到防火阻燃的标准。他痛批承建商为了赚钱牺牲人命。廉政公署也揭露，涉案人士在先前台风过后，以每卷54港元的价格购入廉价防护网。为了应付突击检查，他们刻意在低楼层棚角处使用合格的贵价防护网，以鱼目混珠。据香港媒体报道，香港警方和廉政公署已经共抓捕了14人，其中13人被指控是涉嫌误杀，包括大判、工程顾问、二判搭棚公司等等。因为调查还在进行当中，因此不排除有更多人会被抓捕。事实上，在维修工程招标的时候，背后的黑幕就已经是显露出来了。曾经因为工程承包商引起过巨大争议。早在2024年的2月20号，在鸿福苑居民交流群组中就有人披露，承包商红叶建筑公司是一家劣迹斑斑的奸商，曾有140次违规。但是民建联区议员把持的鸿福苑业主委员会不顾一切，在反对声中依然选择了造价比市价高出了1倍的红叶建筑。当年2月22号，大埔区青贡议员黄碧娇
曾经公开的回应说，有居民谣言惑众，整天说棚网会烧，红叶有问题，散播恐惧，让人们不要相信谣言。他还强调，工程招标已经完成，合约已经生效，有政府部门监管，让人们放心。有网民在 X 平台发帖指出，为什么会选择这间最贵又最低分的公司？答案就是法团2名顾问是亲共民建联议员，跟前法团成员都想在工程中找油水。说白了，就是法团的2名亲共民建联议员和承包商都是利欲熏心。法团2名民建联议员为了拿到更多的好处，捞到更多的油水，泯灭良心，选择了奸商。而奸商红叶建筑则是黑心的使用助燃的棚网，视民众的生命于不顾。但是如果他们仅仅就是利欲熏心，可能还算比较好的一种了。有香港朋友提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情况，令人怀疑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意外。有一位要求匿名的香港朋友转给我2段网络视频。第一段视频中讲的是香港话，有人在公园位置拍到鸿昌阁着火了。鸿昌阁就是着火的第1栋大楼。那个人表示说，怎么没有警钟，一下子就烧到4层8层了。这段视频中显示，起火点是在大厦的地面位置，最初的火势并不大。视频拍摄者还把镜头往上拍了一下，显示这处起火点的上方最初是没有火情的。第2段视频是一位工人拍摄的，透过绿色的防护网可以看到高层一处住户冒出了火头，而这处火点的周围都没有火情，显示这可能是一处孤立的起火点。所以香港朋友就质疑，如有2个火头同时发生，而且隔开很远，此则非常可疑。到底是否意外，还是有其他不可言的原因？邮件中表示，整合其他讯息得知，有人说某些住户已经给维修相关方事先购买，说是用来达到争取住户支持的效果。会不会此起火住户单位和这些就是同一住户，收3.3亿元才烧掉1个2个住房，是成本里可吸收的计算吧？那现在呢，香港警方已经抓捕了14个人，指控其中的13个人涉嫌误杀。如果这位香港朋友提供的信息属实的话，那么这场大火的背后就不是误杀，而是谋杀。这位朋友表示，看见之前献祭的事情，觉得这场大火绝不简单。与此同时，警钟、火势的快和闻所未闻的连环烧7座大楼，都觉得不像是普通意外。前天的节目中，我提到了中共官媒在香港大火之后，凌晨发视频，突然说吃叉烧，引得一群小粉红恶毒留言，说港式叉烧焦了等等。有一位朋友在给我的邮件中表示，吃叉烧与好吃都是一模一样的含义，为大忌小忌的差别而已。大忌的吃叉烧是由官媒出来请魔王享用所需能量，小忌的好吃是魔子魔孙吃人肉，向魔王表忠心与钟情。大家是否认可他们的这种观点呢？那最后呢，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神韵回来了。2026年神韵巡演已经开始全面售票了，大家可以查看一下神韵官网，看看自己身边的演出什么时候开始，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世界级的顶级演出啊！每年一套全新的节目，惊人的视觉效果和思想的深邃，可以让人领略到中国壮丽的历史，唤醒人们心中那份久远的记忆。在美国的朋友呢，网络订票的时候可以使用我的专属优惠码 MY2026， 这样可以免去您的手续费。好了，观众朋友，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。感谢各位深挖爆料的朋友，也感谢大家坚持看到最后。大家离开之前，别忘了给节目点个赞好吗？这是有力量的。看点挖真相，牧羊讲实情。观众朋友，明天再会。